我合体境6层也能击杀合体境9层，这样看来青蟒大圣未必强得离谱。为稳妥起见，还是先诅咒一下试试，万一能让他死在雷劫中也是血赚啊。模拟训练结束，用时4秒。哎，韩道友，请问你是不是有一位道侣？道友为何这么问？没什么，随口问问。她可是宣晴君的师妹，不会是他派来的吧？这问题怎么看都像是送命题。魔君不会是发现我另有新欢了吧？他难道不是师姐所说的那位道侣？可是他都合体境了，师姐那个道侣应该才化神境。宣大人，玉清宗正好有美食节，一起来玩吧。刘师傅为我DS。不好意思，这就告辞了。难道是认错人了？可是师姐还让我带话来着。算了，那个道侣应该也不敢私下找新欢吧，毕竟师姐她……我去，还真是宣晴君派来的，好在没让他撞见红璇。这宣晴君选我当道侣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。唉，能瞒一时算一时吧，万一哪天被发现……那个臭能吃啊！见鬼！最近怎么总有诅咒之力在干扰本王修炼？若不是有灵宝可取，怕是要被这诅咒之力得逞了。看来是时候突破至渡劫境了，再拖怕是要出问题啊！大王，杨天东已逃入古元州内，是否还要继续追杀？当然，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，本王也要追杀到底。若不撕了他，本王难消心头之恨。杨天东，本王待你如嫡子，你却伙同各路妖王袭击本王，不曾想正好随了本王要扩张的念头。传令下去，若是有人族大宗们问起来，就说那半妖杨天东背叛了本王，本王所做的是在追杀他。是。这该死的诅咒之力怎么又来了？小伎俩，不足为惧。诅咒之力也不知道能不能到达青蟒大圣身上，总感觉诅咒了个寂寞。看不到朋友圈的反馈就是不得劲儿。杨天东最近只是被妖兽攻击，那青蟒大圣难道在闭关准备突破？这孽徒最后实在无处可去，肯定会回来找我。万一青蟒大圣跟过来，我还没跟渡劫境打过，要是打不过，不行，除了修炼升级别无他法，得抓紧了。事不宜迟，先找个地方渡劫，待本王踏入渡劫境，别说那孽畜的死活，就是这普天之下的人间界，都将会是本王的疆土。怎么回事？却死了！在魔主离开后，苏七找到机会逃出峡谷，回到御妖魔宗，但御妖魔宗精锐部队团灭，唯一幸存的苏琪难逃责任，被关押在地牢中，每日严刑拷打。难怪好几个月没见他们，地牢禁制都失效了，原来是死光了。难道是师父见我被御妖魔宗的人关在地牢拷打折磨，生气出手了？可师父为什么不直接带我回去？等等，御妖魔宗被师父覆灭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回去了？一定是想让我在归途中再历练一番。不愧是师父，考虑的真周到。回去的路途遥远，不能急着走，得找找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带上当盘缠用。要是还有活口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补刀了。我去，竟然有活口！你，御妖魔宗的弟子？阁下是？曾经我也是御妖魔宗的弟子，但因为犯下过错，被师父逐出师门。转眼过去这么多年，我就回来看望而已，没想到全宗覆灭。这老东西难道想重新建立御妖魔宗？不行，得先发制人干掉他。这鬼地方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如今元婴了，解决他应该没问题。我施展神通，找了几天几夜也没有找到师父的尸骸，愧对师父呀！
我在外面经历磨难，没能回来报答。好不容易成就渡劫，想在飞升前了却心结，现在可怎么着啊？渡劫经？那你知道我师父的尸骸在哪里吗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但地毯式搜索不是这样子。忘了介绍，我名为杜苦，你呢？苏琪，差点送人头。小黑又胖了，寻常按修炼产出的灵力更多了。师父的气息明显有化神雏形了。当初把师父接过来，看样子是正确的决定。小伙伴们过得好惨，常月儿和九鼎真人也遭遇了袭击。看完海外最近也不太平，还好没跟着出去。哎呀，周凡啊，你真是那么闲不住吗？莫复仇他们苦修了1年，最后还是离开了玉清宗。成交，小妹，我意已决，你们回去吧。魔主，你回去告诉韩全，我周凡下次回来一定会打败他，至少打败他养的黑鸡。好，大哥周凡，你们注意安全，要活着回来呀！你俩臭小子在外，不要给玉清宗丢脸。苦修一途，长生之道总归只属于少数人。悍然投入人世的繁华与纷争，才是他们的中宿本。你的徒弟苏琪遭遇同门袭击，呈2174。你的徒弟苏琪身受重伤，命悬一线，幸得魔主相救。你的徒弟苏琪传播霉运，御妖魔宗遭遇魔主屠戮，全宗灭亡。御妖魔宗竟然就这样没了！苏琪，永远的神！好家伙，这可是我忌惮多年的势力啊！见都没见过面就倒了。有一说一，御妖魔宗能坚持这么久，已经无愧于大宗门的名号了。哎呀，苏琪这小子别是跟杨天东一样认了义父吧？魔主怎么会愿意帮他屠戮御妖魔宗啊？或许魔主本身就嗜杀，只是多了苏琪一个借口。一定是这样。苏琪啊，为师决定把你写入族谱了。夫君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垂头丧气的？在外面受欺负了？没，对不起，夫君，外面太乱了，我没找到宝贝带回来给你。没事，礼物啥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平安回来，没什么比这更重要。这伤不要紧吧？没事，夫君还是多关注下外面。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只叫青蟒大圣的妖魔，以追杀背叛他的义子为由，屠戮人类。外出历练的修士最近都被吓得躲了起来。夫君，你说他会不会杀到我们大燕来？据说无相宗的宗主悟道老怪就是死在青蟒大圣手中，无相宗围剿他无功而返，还死伤惨重。看吧，若是袭击玉清宗，我打不过他，我会带着你跑的。是带着我？这么说，我这算是已经走入夫君的心里吗？早已经是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？放心啥？那我是不是你此生的唯一？那当然啦。真的吗？不然呢？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附近啊，多了一处洞府，而且比我雅居还豪华，是谁的？西玄仙子的，我邀请他过来，方便他修炼。啊，夫君很在意他。毕竟他曾是我的师父。只是师徒之情，问你呢？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急。李掌教，那不可一世的无相宗都被青蟒大圣轻易击溃，而且不用妖君出动就很离谱。玉清宗可是我们大燕最后的希望了。是啊，李掌教，玉清宗若能战胜他，我宗并入你们也愿意呀。我们10几个宗门加在一起也打不过无相宗，更别说青蟒大圣了。加上玉清宗，起码有点机会。诸位稍安勿躁，我已经派遣核心弟子前往各州打探，
各州地域广大妖军，就算现在启程大业也得花好几年。况且目前情报来看，他们正在进军古元州，到大燕需穿过指阴州。指阴州王朝比大燕强盛得多，预估会被拖得更久。如此甚好，指阴州可不是吃素的。指阴赛高，他们合体境强者数全州最多，只要不是遇上渡劫境这等战力，青蟒大圣必定饮恨九泉。老罗闭嘴！你这嘴巴开过光，心里没点数吗？西元州九龙宗传讯说，青蟒大圣修为已是合体境9层巅峰，而且近期有意打算将古元州作为渡劫之地，随时有进阶的可能。老罗，师徒之情啊，是不是呀？男儿在世，3妻4妾很正常。你看看宗门里的那些长老，谁不是好几位道侣？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今后也会有其他道侣。但若是让我决定先娶谁，我依然会选择你。瞧你吓的，我又不反对你多找几个姐妹，这样一来，你闭关，我还有伴儿呢。你……所以，小姐妹们什么时候来呀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和她们贴贴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一下你，一生啊、唯一啊什么的，你可不能随便给未来的小姐妹们承诺啊。是。还是修仙之人好呀。要是在修长人家，这就是修罗场了。夫君，我想了。想什么想？不好好修炼。哎呀，这也是修行的一种嘛。来嘛，这一次你可得投入点哦。绝指神剑。想得美。夫君，我出去溜达溜达，你好好修炼哦。这青蟒大圣来势汹汹，得早日突破至合体境8层才行。主人，不要走！什么声音？主人！自家除了我还有谁？声音似乎出自水池旁。主人！呆！何方妖孽？你为何会说话？我不知道啊！我好像很早就这样，好多记忆在复苏。有记忆？这厮我不是仙神伪装的吧？不对，我曾还有过一位主人，记得他在我旁边坐了挺久时间。是仙神打坐修炼100年了，受仙气影响令你退凡。自从有了意识，就感觉他挺啰嗦。好在他离开了。这不是啰嗦，是讲道之类的吧？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等等，记得后面我死了好多次，被妖怪吃掉，被烧死，被淹死，但都复活过来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之前系统提示过，天地草至少活了10000年，放在某小说会变成黑环了。记忆太多了，像是死撑了数万年。你不会不相信吧？我信，上万岁的魂，不是野草，没被其他野兽连根吃掉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可是我好像马上10万年了。记得民间有个说法，活到10万年的生灵命中必有大劫，据说十死无生。10万年渡生死劫，这是要化形的节奏。你是我的第2位主人，你会抛弃我吗？不会。但是生死劫将至，我怕会殃及主人你。放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会给你完整的一生，从今以后，无论去哪儿，我都会带上你。哇，主人真好！系统提示：天地草对你产生好感，当前好感度为5星。总感觉有啥地方不对劲。这么强的无相宗，也难逃灭宗命运。这青蟒大圣的妖兵，增长的为何如此快？以往妖族被人族压制太久，即使妖王众多，也不敢入侵人族。如今出现了青蟒大圣这个希望，自然会有无数妖族望风而来。从大雁到这里，一路上都是青蟒麾下的妖兵，这天下的妖怪
怕不是都来投奔他了吧？宣大人，你看这架势，好像是在护法吧？是青蟒大圣要渡劫，若是他顺利渡过雷劫，那便是妖族唯一的渡劫境强者，来投奔第一妖圣也正常。要知道，修炼达到渡劫境，便可飞升至上界。人族的渡劫境强者怕是早已离开，更别说能压制渡劫的大成境了。既然渡劫就可以飞升，为什么还有大成？普通修士妖怪能修炼到容虚境已是不易，达到合体境便是九死一生。想要更上一层楼，就得拼机缘。侥幸能渡过雷劫，成就渡劫，几乎不可能再有提升。毕竟到这种境界，机缘和资源用处并不大，不像以往升级靠积累，所以大多数渡劫境强者都会选择直接飞升。但天地间总有一些天骄，即便成就渡劫，也能在凡间继续修炼。啊，这也行？就像师姐，晋升大成依旧还在进步，不像我，虽距离渡劫境仅有一步之遥，却犹如隔着天堑一般。我周凡要做那大成不飞升之人。先打败某家鸡再说吧。走吧，我带你们去海外，那边相对安全些。这青蟒大圣野心勃勃，海内10州9朝的人族，怕是要迎来灭族之灾了。那玉清宗呢？会不会出事？韩兄会照顾好墨妹他们。青蟒大圣之事，我们知道的消息，在出来之前就已经告诉掌教了。滔天大事下，我们自己都是泥菩萨。走吧。洞府怎么有雾霾啊？不对，这是灵气。怎么飞四啊？灵气暴动了？主人，你醒了！这都是你弄的？对呀，主人喜欢吗？不愧是有仙神资质，灵智才诞生不久便能催生灵气，就是浓郁过头了。寻常哎，你看看人家，居然都能沟通天地灵气了，要不要传点功法给他？传吧，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一大战力。万一他背叛我咋办？而且也不知道那个仙神有没有留下什么特殊手段。以防万一，先留个印记再说。喜欢，以后多整点啊。好的。我想想，要奖励你什么好呢？哇，是什么呀？麒麟剑，太大太重。绝情飞剑，不行。天地玄黄 ，no， 这是老子的底牌。悟道老怪送的草字剑诀，太深奥。要不拼个天之傀儡给他开着？要不……这个，我好像从没练过。九鼎真人补全以后，可以修炼到容虚境，应该够他学一段时间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好好在这里看书学习，不准偷懒啊！为培养他的积极性，我必须以身作则。区白雷能奈我何？本王今日便要成就渡劫。等等，有外来力量介入。不！天劫升阶，又是那该死的诅咒之力！该死的鼠辈，到底是谁？还是得动用主人留下的宝物。本王今日倒要借宝物和天劫之力推演一番，到底是哪个猥琐之辈在捣鬼？去！该死的鼠辈，为什么退损不出来？等本王晋升渡劫，定要找出你！雷劫，给本王破！从今以后，本
本王便是真正的妖圣。孽子鼠辈，本圣要让你们尝尝这世间最痛苦的折磨，要让你们永世不得超生。传令各方妖王，让他们不计损耗，全面进攻。是。此后6年间，妖族迅速击溃人族修士的抵抗，屠戮城池，吞食百姓。快逃啊！师傅又精神了吗？不如期很长一段时间没回来请安了，不知道师傅会不会允许我下山探望他？别去了，他不在宗门里。以你现在的情况外出，铁定被妖怪吃掉。师傅，可是我算过了，他现在没事。而且就算后面遇见事儿了，他气运不凡，会化险为夷的。这段时间外面到底有多乱？我最近总听见来朝圣的弟子在谈论青蟒大圣，说他会成为天下的浩劫。启儿爱好冒险，我总担心他会出事。启儿，你们这师徒感情还挺亲密。你的肉体对妖怪来说是至宝，别到时候人没找到自己先被抓了，到时候我可不会去救你。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，安心修炼，不要往外跑，你不听。这人参很香啊！等等，主人，狗蛋出去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是不是死外面啦？没死，但天天都在挨打。主人能算到？幸好我没出去，也不知道狗蛋啥时候回来。主人，那大蟒迟早要打过来，我们不如直接带着家当先跑路吧。你，韩长老，掌教一来准没好事啊！青蟒杀过来了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古元州已经接近沦陷，那青蟒的大军超过1000万，周围的西元州和指阴州都在苦战中，恐怕也要不了多久就能到我们大燕了。听朝阳部弟子汇报说，那青蟒已经突破至渡劫境，还不止于此，麾下的合体境、容虚境妖王也已过百。你想累死我直说吧。所以人族修真界为何还没有联手的消息传来？说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？这个嘛，海内10州9朝现在都没有渡劫境的大修士，所以一直没人能做主。一个都没有？不是吧？2年前倒是有个传闻，古元州出现了渡劫境的大修士，不过刚露脸就被青蟒打得半死。现在各州都被这消息吓得肝胆俱裂，不少宗门都被迫迁移，这不难理解。要说为什么青蟒大圣会是妖族有史以来第一妖圣，不论力量还是肉体防御，妖族天生强于人族，同等级实力也高于人族修士，但人族依靠修士基数优势才一直压制妖族。若妖族出现渡劫境的存在，意味人族饱和攻击再无作用，寻常渡劫境强者很难抹杀的。就目前情况看，天地之间只有大成境强者能完压青蟒大圣。韩长老，你这次有把握没？没把握的话，咱们玉清宗就早做准备往海外跑路。海外？投奔老祖吗？对，不了。让所有外出弟子都回来吧，这次不跑路了。什么？你要对付他？师傅，你认真的吗？我们全都留下对抗青蟒大军？开什么玩笑？还不如去海外投奔祖师爷。投靠他？他最近也经常挨打。经常？韩长老怎么知道？我能推算到。况且前往海外的沿途有路线能避开青蟒的妖军吗？面对来势汹汹的青蟒大圣，
掌教李青子心生畏惧，想要迁宗，你有以下选择：一、同意掌教，跟随玉清宗逃跑，可获得一件灵宝；二、拒绝掌教，选择留下来等待青蟒大圣，可获得一块天道灵石。好多年没见这系统消息了，天道灵石是啥呀？听上去很牛的样子。没有，大燕周边的所有势力都在和妖军苦战，我们无论走哪个方向都会遇见妖军，就算不隶属于青蟒大圣的妖族也临阵倒戈，转而进攻我族以表态，基本没一块地方是安生的。你在逗我们？有这情况还跑路？有点明白师父的意思，剧组搬迁必会折损大半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留下来拼一把。总之，号召所有的弟子留在宗门内，别出去。仍在外进修的弟子务必火速赶回宗门。我可不想青蟒大军压境的时候，还要出去四处救人。好，我这就去宣布，韩长老真的有把握，哪怕他从不打无准备之战。还有，我要留下的决定也不要泄露出去。我都记下了。修真界其他宗门只能自求多福，只要玉清宗没事，哪怕天地毁灭我也不在乎。那所谓的救世主之名，一旦沾上，今后定然麻烦不断。这世间的修士断不止明面上的这些。青蟒大圣，区区一个渡劫境，不可能将人族屠戮殆尽。系统提示：你拒绝掌教，选择留下来，获得一块天道灵石。能傍上天道大名，定然不属凡间之物。主人的法宝就是多呀。师父不会真用板砖对付青蟒大圣？天道灵石蕴含天道之力，与法宝融合，可使法宝提升一个品阶。能提升法宝品阶？那这玩意儿很哇塞啊！该融入哪一个呢？先前那么努力诅咒，青蟒还是顺利突破。诅咒书的功效怕是对青蟒没什么大作用。若是提升一个境界，就能咒死青蟒大圣，怕是赌不起啊。先不谈威力如何，连有无延迟还尚不清楚，还不排除青蟒有法宝作用，而且他随时都有可能杀到玉清宗门口。鸿蒙判定剑融合，还是先增强杀伤力吧，最好强化完了能秒杀他。鸿蒙判定剑无法被天道灵石升级，请换一件法宝。竟不受天道之力加成，刚用过神识也是无法检测这灵石，多半是天道之力作用，沾上天道的都颇为不凡。然而鸿蒙判定剑作为我的半生法宝，受境界限制，无法发挥真正完全状态威力，上限到底多高仍是未知数。莫非鸿蒙高于天道？主人总算意识到板砖不能解决问题。大战在即，在顿悟下剑道，也不知道剑道长河中那人是否还在守候。这是又是万古剑道，也不知今日能迈出几步。怎么又是你？前辈，我遭遇生死大敌，能不能让我再进一步？一步就行。你都已经悟得太乙神通和剑隐，凡间还有谁是你敌不过的？除非你与对方的境界差距过大。晚辈确实遇见了境界远超的敌人，本想飞升后拜访前辈，感谢前辈之前的提醒，但如今可能要死在修行之路上了，可惜。这样吗？你往前走吧，这是你的选择，别怪我没提醒后果。只能背水一战了，看看能不能将三清诸世顿悟得更强。若走得远就稳了。这就是超越太乙的力量吗？仿佛被上百个黑玉姬碾压，无法步行。不，我不该止步于此，已经没路可走了。仅3步，境界差距竟这么大。
难怪上次前辈没让我前进一步，魂体就濒临崩溃。不甘心，再走一步，就差那一步。差不多了，小贝，再有下次，我可不会再救你。小贝，你为之渡劫境，便有如此领悟，实属难得。我很期待你今后成就。师父8天没动静，不会是没把握吧？我去，我的血脉突然沸腾了！从未见过如此霸道的维扬！啊，这是透露出的恐怖气息，好像我上一位主人。模拟战斗已结束，用时2秒。同样是秒杀，这一次明显更快一点，也更彻底一点。不错，还差那一步。要是青蟒大圣能加好友，应该有把握咒死他。不行就只能等他亲至玉清宗了。